朋友们，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在追逐中度过的。追逐什么呢？追逐想要的、渴望的，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，希望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渴望美满的婚姻、成功的事业等等。很多人都会说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诉求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这也是我们在人生境遇里不断的体验挫折、困顿、痛苦的核心原因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无法收获你想要的，你只能收获你所是的。为什么你无法收获你想要的呢？这里有一个真相，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现实。从科学的角度上讲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有生灭的，包括你现在触手可及的物品，甚至包括地球。所以所有生灭的东西都是你感知的相。所以呢，这些相其实呢都是虚妄。就比如你随便拿起一个东西，它都不能永久地保存原貌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。所以我们看事物的每一秒钟，当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，其实它早已经变化了，已经虚幻不真实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，不管你感觉多么的真实，都是虚幻的，而实相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如如不动的。用好理解的话来讲，就是现实世界是一个意识场，我们活在一个意识的海洋里。你可以理解为意识创造人生，当下人生是被你梦到的梦境。当然了，这里我们提到的意识只是方便表达，并不究竟。不过在这里大家能够理解就行。对于一个被创造的、被梦到的梦境，它每时每刻都在随着我们的意识变化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当你想要更漂亮的时候，那么当下肯定是不够漂亮的。也可以反过来，因为你认为自己不够漂亮，所以想要更漂亮。美和丑是一组对立，当你的意识进入到分别的一端，那么另一端是如影随形的，就好像硬币的两面，你不可能只要一面，对不对？就拿想要更漂亮来说，这个念头呢，会让你产生一个追逐的行为。你会从一种化妆品、医美技术或者服饰中，不断切换到另一种价格更高、更有效等等的这种技术中，以此呢来让自己更漂亮。这种追逐是无止境的，但每一次当你获得了你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很快你就会有发现当下是不够好的，还有更好的在未来。所以说整容会上瘾，每到换季总觉得没有衣服穿。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自己想要的，只是不断的像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一样，在不断的原地转圈，深陷在追逐的漩涡里。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意识中的分别。想要本身就是一种分别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大到整个社会，我们人生现实里的所有层面，几乎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这样的漩涡中度过的，在不断的求，不断的追逐，不断的索取，但从来没有真正收获自己想要的，直到死亡来临。再延伸一个层面，比如说财富，这个是很多人关心的。很多人都觉得钱不够用，当下处处都能感觉到财务的束缚困境，想要更多的钱是许多人的愿望。基于钱不够这样的意识觉知状态，人生影像也随之展开。但是当你在钱不够的意识觉知状态之下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只是加深财务困境。越是处在财务匮乏的意识觉知里，越是想要更多的钱，那么就越是频繁的体验匮乏。比如说创业失败、突然被诈骗、生病需要大量的钱等等各种各样的财务境遇。这个原理和上面讲到的追求漂亮是一致的。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体验这么极端的情况，但是财务束缚的境遇不会有太大改变。
就是它会以非常细小、非常细微的层面呢，体现在你人生的衣食住行。这个核心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匮乏的意识觉知是没有发生变化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你无法收获你想要的这句话。想要代表没有，于是无法真正获得；而不想要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有或有了很多，于是会加速到来。这也就引出了第二句话：你只能够收获你所是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能够收获自己已经有的，你本来就是的。这就是扭转人生的秘密，是改变匮乏的秘密。我们人生的所有困境都可以通过这句话获得真正的扭转。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所是呢，代表了本自具足，本身无限。只有你觉知到了自己是富足的，你才能够真正体验富足。对于匮乏境遇的转变，意识觉知状态的改变是根本。因为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梦境，是被我们自己梦到的，是被我们自己创造的。当你能够不断地深入觉知自己的圆满和本自具足的时候，心想事成就会变得非常轻松。这也是心念急动必接前来的道理。这个梦境中呈现的一切都是随缘我们所示而呈现的。从这个角度简单来说，当你想要什么时，你都是在创造当下没有，当下不够，于是梦境或者说影像自然而然呈现出不够，呈现出无法得到的样子。就比如说，当你想要丰盛的财富时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念头的起点。它可能来自于对于当下财富状态的不满，可能还来源于羡慕别人有豪车豪房，还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的财富状态很糟糕，亦或者是其他原因吧。但无论是什么，概括起来都是当下不够，而不够只能够创造不够的影像。所以你想要丰盛的财富，进而采取一系列能够达成的行动，比如说更努力的学习，更努力的工作，更努力的投资理财，更努力的创业等等。但是当你对于金钱的意识觉知状态是匮乏的，是不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时，在行动里你只会陷入更深的匮乏，更深的不够。我们很少反向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但人生中的一切都源于每个当下的起心动念。当我们在不够，在没有的底层意识觉知状态下，去行动，去追逐，去控制，去评判等等，最后只会是求而不得。当你想要什么时，必然对应不想要的，这就是对立分离。还有好坏对错，美丑贵贱等等，都是对立的表达。只要进入对立分别之中，我们就无法从求而不得的漩涡里解脱。那么如何解脱呢？就是当你足够的时候，影像自然是丰盛的。当然了，这个足够它也是所有层次的。什么是足够呢？还是从金钱来举例吧。如果把现实人生比作一场电影，我们都是其中的演员，但是呢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演员，完全沉浸在和金钱有关的剧情里。大家都认为钱是有限的，钱需要努力挣才行，钱给出去就没有了等等。这是绝大多数人在这场电影里的金钱观。关于金钱的信念，概括起来就是匮乏和不够。但是呢，突然有一天你醒过来，你发现你不仅是一个演员，你还是导演，而钱只是电影中的道具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然后你以这样的觉知状态进入到剧情里面，无论当下你的这个角色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，不管是负债累累还是濒临破产，你都不会当真，因为你知道这只是电影，而且金钱是无限的，于是你也必然不会活在匮乏和担忧里，你只会在欣赏电影的角度欣赏你的人生，欣赏这样一个角色，这就是足够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个，
并且恰好你还受困在财务境遇里，那么刚才的这个例子建议你多听听。当然，不仅是在金钱层面我们是足够的，在人生的所有角度都是足够的，这是真相。那么反过来讲，当你认为你人生的各个角度都是有问题的，是不够的，你在哪里都有分别、有选择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创造匮乏，你是在创造人生的束缚，你入戏却不自知。人生的一切皆是自心的投影，这些投影就是相，不对象起分别，就是不入戏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无我、臣服或者无为，它们的指向都是一致的。在足够的意识觉知下，奇迹反而会发生。原本你受困的各个课题、各个境遇，也会因为你的离相，或者说因为你安住在足够的觉知里扭转过来。要是你真的理解一切、接纳一切，那你必然就不会再受困于这样的境遇里。而且当你能够来到这里，无论境遇变成什么样的状态，可能是超乎你想象的丰盛，也可能是超乎你想象的奇迹，你都是全然不在乎的，你都只是当作电影来欣赏，全然的接纳、感恩，因为一切都是奇迹，一切都是圆满的。我们来回到开头那句话，你只能收获你所示的。大家再来体悟一下，当你所示的状态是匮乏的，那么你只能够收获匮乏；当你所示的状态是富足的、圆满的，超越二元对立的合一的状态，那么人生自然而然是丰盛、富足、圆满的状态，它和你所示的完全对应。你要知道的是，外在的一切都是相，包括各种定义和概念。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外在来定义自己，这叫君子不器。当你真正的改变了自己的内在状态，你就会明白，是外面的一切来匹配你，而不是你去匹配外面的一切。他们不高贵，你自己才高贵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